你升到这个 iOS 26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电量很快就掉光了呢？然后流量好像用的还很快，手机呢还多了一些其他的设定嘛，甚至有些功能呢，就让你在户外呢反而就看不清楚这个手机的荧幕了。再加上呢，空间呢是越来越满了，照片、影片都越拍越大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隐私安全的问题。那今天彼得森呢就帮你整理了34个你需要去检查一下的关于 iOS 26的设定，让你的 iPhone 能够变得更省电、更省流量，存储呢还会变多了，而且呢也会更安全好用。我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检查这些设定了，而且呢还会分成几个章节。如果你想要快转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个呢，那你就跳过去。那你想一次性把你的 iPhone 调到最稳最顺的，那就完整的看完一遍吧。对了，这些都是系统的内建的最基本的一些设定了，大部分的设定的位置呢都是不会变的，所以不论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支影片呢，其实都是能帮到你的。那既然说到能帮到大家嘛，那彼得森呢就帮大家找到了一些小福利。如果你喜欢玩回合制的 RPG 的手游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这3个福利也许也可以帮到你。有时候下班下课回家就只想打个游戏放松一下嘛，但是像 MOBA 那种类型的游戏节奏太快了，队友呢有时候又不给力，玩着玩着反而就更累了。后来我就开始找一些节奏比较轻松，但是又不会觉得无聊的游戏。突袭暗影传说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游戏，它是一个回合制的 RPG 的玩法嘛，可以慢慢的玩，然后呢，队伍怎么搭配呢，都是很有讲究的，画面也是很精致的。其实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这个队伍的搭配和它的策略性了，搭配好了呢，甚至可以就是战胜更高战力的玩家，就超有成就感的。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或者就是扫描画面这边的这个 QR code 来下载游戏吧，还能够再拿到3个特别的新手奖励哦。第一就是开局呢就会送你一个新手的大礼包，其中还包括了一个来自高等精灵联盟的史诗英雄泰瑞。第二呢就是等你升到15级之后，还能够再领一次这个新手礼包，然后呢再送你另一位史诗英雄德拉斯教母。第三，只需要输入相对应的优惠码，还能够再从5位传说英雄当中选取其中的1位。这5位分别就是绿松护卫鲁亚克、臭胡子索林、流浪者爱丽丝、图汉娜拉克，还有就是孙悟空了。我最推的肯定就是孙悟空了，他能够抢走敌人的增益，攻击的时候呢还能够无视对方1半的防御，最无赖的就是他会72变嘛，死了以后还能够原地复活。那每次我在竞技场看到这个孙悟空呢，我都超级头痛的，因为这个英雄呢我自己都是没拿到的，这是一个只有新玩家才能够有的一个特殊的福利哦。有了这几位英雄之后呢，开局用起来呢就超级顺手的。这款游戏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呢都是有着超高的评价的。我在游戏中的名称是彼得森本森，赶快扫描一下2维码，领取孙悟空之后呢，和我在竞技场来一较高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首先，第一个章节呢，就是跟省电相关的12个设定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那这个模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系统呢会自动的侦测呀，你是否有一些什么用电异常，就是耗电过快的情况，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呢，就微调这个手机的效能，还有就是荧幕的亮度了。那好处肯定就是让你的这个续航变得更长了嘛，而且是在不太影响你的这个手机的效能的前提下。但问题就是呢，只有 iPhone 15 Pro 以及更新的机型才能够用这个功能了。好，那怎么找到这个功能呢？第一步我们要打开设定，然后在设定这边呢，我们找到这个电池这边呢，我们找到这个电源模式这边，然后就是适应性电量，你就把它打开就好了。如果你的 iPhone 支持的话呢，那就赶紧把这个功能给它打开吧，搞不好呢就能让你的电池呢多撑个几个小时了。在去年的 iOS 18上就已经有了，但我们今天呢就再把它再讲一遍吧，以免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那这个功能的目的呢，就是把你的充电的电池呢给它上限在比如说80%、85%或者是90%一类的，就避免就是长时间维持在100%嘛。理论上来说呢，就能够进一步的延长你的电池的寿命了。那这个功能也是很好找的，然后我们也是同样要打开设定这边，电池这边。然后这边有一个充电嘛，现在我是100%嘛，因为我平常充电是比较方便的了，我即便调成80%，然后这也是够用的。
那实在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调成比如说85或者90吧。那你即便要给它打到100%呢，也记得一定把这个最佳化电池呢，把这个东西给它开，它有可能吧，就是会多多少少的还是帮你去延长一些你的电池的寿命吧。那如果我们要开启了这个 Always On Display 呢，你就看到你的荧幕的这个时钟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壁纸嘛。那即便你把它荧幕锁定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个坏处肯定也是很明显，就是它费电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 Always On Display 给它关掉，就能进一步延长你的这个电池的续航时间了。这个功能也是很简单的。同样我们在设定当中呢，找到荧幕显示亮度，在这边呢有一个永远显示，我们给它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嘛，就是如果你为了省电嘛，你就什么显示背景图片啊、模糊背景照片啊、显示通知啊，就全给把这个永远显示就彻底给它关闭吧。那如果你说有时候还想看个时钟嘛，那你可以把这个永远显示还是开的，但是呢，可以把上边这些都关掉。即便你把那个荧幕给它锁定呢，它还是会显示一个时间，还有你看还有这些通知，它会显示在这边。有时候呢，我们的手机会就是你放在那边不动它嘛，它有时候就比如说是30秒就自动锁屏了，最多可能是就是可以调成永远让它不锁屏。那也是在荧幕显示与亮度这边，然后呢，我们找到自动锁定这边，你看它有很多选项，从30秒，然后一直到5分钟，还有就是永不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吧。如果你想让你的手机就是尽可能的延长一些电池的续航，那你就给它设定个30秒吧。如果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呢，我们在明亮的环境呢，那个手机的荧幕会自动变亮。如果到昏暗的环境，比如说晚上吧，你把灯都关的已经比较黑的情况下呢，那手机呢就会变暗了嘛。那变暗之后呢，就会帮助你去延长一些续航嘛。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它虽然跟荧幕相关，但是它不在这个荧幕与显示亮度这边，它跑到这个辅助使用里边了。然后在辅助使用这边呢，我们再找到这个显示与文字大小，看到这边之后呢，再给它拉到最下面有一个自动调整亮度，你就把它开，基本上呢就是说它会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个荧幕的亮度，就会比较省电了。打字的时候吧，你感觉你的手机呢是一阵一阵，那个震动马达呢是在震动的，就是感觉真的好像有在敲一个什么物理键盘的那个感觉。这个感觉呢自然是很爽的，但是问题是，那每震动一下，那不就多耗一些电吗？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尽可能延长手机的电池的续航的话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触觉回馈呢给它关闭掉。我们打开这个设定，然后在这个声音与触觉回馈这边，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叫做键盘回馈这边，看到没有？你可以把这个触觉回馈给它关掉。这样子的话呢，你在打字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声音的回馈的。这个声音肯定比震动要比较省电嘛。但你说我声音也不想要，没关系，那你可以把声音也关掉。手机的行动数据网络肯定比连接这个 WiFi 要更耗电嘛。那如果我们就是在外边，比如说我们手机是没有 WiFi 的情况下，那你的背景的 APP 一直在同步这些数据的话呢，肯定会就是比较耗电嘛，也会比较耗流量了，因为你的流量一直在偷跑嘛。设定这边，然后我们找到一般，进去之后呢，我们找一个叫做背景 APP 重新整理，看到没有？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上面这边呀，就是 WiFi 与行动数据就全部都给它开启了。那如果我们想，比如说就是省电，然后省流量的话，你就开一个仅 WiFi 吧，不会再用那个流量去给你偷偷的跑这些数据了。我个人是习惯呢，我还是把这个行动数据给它开起来，这些没用的什么东西啊，就都给它关一关。重要的还是有保留嘛，但是不重要的也就不会一直偷跑，也就多少能省一点电，省一点流量吧。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广告的那些 email 嘛，然后它就会一直的给你推送嘛。那这时候呢，你一直是在跑流量，然后就是每一次荧幕也会亮一下，然后也会就是比较耗流量，也比较耗电嘛。那这个设定怎么找呢？我们要在设定当中，然后呢，你要找到最下边的这个 APP， 在这个里边呢，你给它找到我们的这个邮件，就是这个 Apple 内建的这个邮件了，选择你这个邮件账号了，然后呢，他就问你截取的新资料的时间。你点开之后呢，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它推送，那我就可能选择，比如说每个小时让它就是自动的给我去就是收一下信，然后如果有新的信呢，就给它就再推送给我嘛。
如果你没有开启这个就是限制的话呢，这个设定之后呢，那就是你的手机一直会就是像连接 WiFi 一样的，就是不停的去使用你这个手机的行动网络。那如果我们开启这个低数据模式之后呢，它只会在连接 WiFi 的时候才会就是说给你去就是进行这个更新。设定当中，我们找到我们的行动服务这边呢，找到一个叫做行动数据选项。进去之后呢，我们再来找到这个数据模式。你看这边有好几个选项了。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低数据模式给它开启呢，它就暂停自动更新和背景作业了，然后也能够就是帮助你减少这个行动数据的使用量，也就自然呢减少了你的这个耗电量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机的 GPS 定位嘛，肯定也是就是很耗电的嘛。那如果就是让这些定位呢一直不停的在跑的时候呢，那肯定就会持续的耗电。好，那这个设定我们去哪边找呢？我们首先一样打开设定，然后我们找到下边这个隐私权与安全性。打开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定位服务。打开之后呢，你就能看到到底有哪些就是系统的设定啊，或者是哪些 APP 啊在使用你这个定位服务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服务了。这边你也要检查一下，就是说你看一下哪些是你用得到的，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说把那些没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不太用指南针，比如我现在不会去路外去露营嘛，我也不会迷路，那你这个指南针其实就没有必要开启了嘛。好，接下来这设定其实不用我们做任何事情，反而是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呢，我们平常会开很多 APP 嘛，后台会有很多东西啊。有些人习惯了，就是没事就全给它划掉，全给它关了嘛。其实呢，你这样看起来呢，感觉好像是不是它没有在偷跑呢？然后就比较省电了。其实还真不是。你下次比如说再打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打开的那一瞬间呢，其实是更耗电的。就是 iPhone 的这个背景的管理呢，其实是蛮好的。你一天可能会用几次的，你就把它留在你这个后台吧。就是每次用的时候呢，你再给它打开。因为它其实已经就是装载了一部分嘛，再打开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的耗电了。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们讯号比较差的时候，你去山里啊，或者是去一些室内，就是有一些信号的阻隔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呢就把这个5G 给它关掉，改成一个4G，也就是 LTE 的网络呢，反而会是更省电的。5G 的好处就是它速度更快，但是坏处也是很明显，就是它这个信号的穿透能力是很差的。所以说一旦就是信号不太好的时候呢，你的手机呢就会一直去搜寻这个信号，那其实这个是非常耗电的。这个设定我们去哪边找呢？一样是设定当中，我们然后找到这个行动服务这边呢，我们去找到叫做行动数据选项，语音与数据了。我们点开之后呢，现在显示是5G 自动模式嘛。那如果就是说在信号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给它干脆改成一个 LTE，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能够帮你去省一些这个耗电量了。假如说你的手机在公共场合被人给抢走或者被偷了，然后刚好呢，他还看到你这个输入密码了，那么他有了你现在的密码，理论上来说，他就可以马上改成这个其他的密码了嘛。那如果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它是没办法立刻修改密码或者是关闭这个防盗的功能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用你其他的 Apple 的就是装置吧，然后把你的这个手机给它锁起来。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设定这边，之后呢，我们来找到一个就是隐私权与安全性，是一个手的这个 icon。进去之后呢，我们来找到这个遭窃装置防护。打开之后呢，就是前面下面还有2个选项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功能是永远都开启的，那你以后呢每次改密码呢不是那么容易去改了，要等1个小时才能改。那平常我们可能就是说还是给他选择这个未处于熟悉地点的时候吧，就是你在家想改还能改，但是出去以后在你不熟悉的地方呢就没有那么办法容易改了。这个好处就是呢，它会阻止这个 APP 呢在不同的 APP 或者是网站间呢追踪你。然后同样是设定这边，我们找到这个一样就是隐私权与安全性。打开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追踪，这边有一个允许 APP 发出追踪请求。那如果你把这个设定给它关了之后呢，你的 iPhone 呢就会自动的拒绝所有的 APP 的追踪的请求了。那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坏处了，大家就把这个设定给它关掉吧。
有时候不管是我们用 APP 啊，还是就是用 iPhone 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系统使用的一些情况呢，就默默的传给这个苹果或者是第三方这个开发商，然后他们拿你的这个就是使用的这个情况吧，去改进他们的服务了。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就是隐私被泄露的风险嘛，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设定给它关闭掉。我们一样要找到就是设定这边，找到我们刚才一直在找的这个隐私权与安全性。下面这边呢，我们找到一个分析与改进功能，这边就是分享 iPhone 分析。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的手机的一些数据呢，其实已经被传出去了。那这边呢，我就赶紧给它关闭，然后呢，分享 iCloud 的分析也给它关闭。还有一个，你看这边改进 Siri 与听写，我可不想让我的声音去拿来做这个 Siri 的训练嘛，所以说这些功能呢，我是通通的都给它关闭掉的。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喜好呢，去帮你推送一些他觉得你感兴趣的广告嘛。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使用的习惯，那这属于我的自己的隐私嘛？那我为什么要分享给别人去看呢？打开这个设定，然后同样找到这个隐私权与安全性这边，打开之后呢，我们去找到一个叫做 Apple 广告的东西。这边 Apple 广告这边呢，你就把这个个人化广告呢给它关闭掉吧。那你不想让你的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就是知道你所有手机里边的照片嘛？因为有些东西是很隐私的嘛，那你就没有必要把所有照片都给他看嘛。打开设定之后，一样找到这个隐私权与安全性，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照片这边，看到没有？然后你就可以检查一下，就是你常用的这些 APP 吧，哪些是有完整的取用权限的，那哪些是就是说受限使用权限，或者是只加入照片的。那这种情况下呢，相对来说吧，就会比较就是安全一些了。那为什么就是要调整这个设定呢？就是避免这个浏览呢记录被用于广告的追踪了。比如说你一样，就是说我们在浏览器搜过一些什么东西吧，然后这些就是广告商嘛，就会拿你的这个搜寻记录嘛，然后就会给你做一些相对应的推广。那我们就是在设定这边，在最下边这边我们找到 APP， 进去之后呢，我们找到就是 Safari 浏览器，打开之后呢，我们找到一个进阶的选项，进阶在最下边这边进阶。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维护隐私权广告测量给它关闭了。这个东西关闭之后呢，理论上来说呢，就能避免你的这个浏览记录呢被用于广告追踪了。防止这个邮件的发送者呢知道你的 IP 开信的时间，他就把你的这个地点呢，还有你的这个使用的习惯都摸清楚了嘛。那如果你把这个功能关闭之后呢，他就看不到这些就是内容了。打开设定，打开之后呢，我们找到就是 APP 这边，然后呢在里边找到邮件，找到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隐私保护权了。在这个邮件里面有一个隐私保护权，进去之后呢，你就检查一下吧，就是你的这个设定是不是打开的。如果是打开的话呢，你的 iPhone 已经自动的在帮你去把你的 IP 地址位置吧，然后限制住了，就是这些发件者呢，他就看不到了。那首先呢，我们一样就是打开这个设定嘛，一样在 APP 里边，然后呢找到 App Store， 打开之后呢，我们来找到就是这个卸载未使用的 APP 这边。把这个功能呢给它开启，它的好处就是呢，比如说你下载了一个什么游戏，你很长时间都没玩了，但是以后呢，可能某一天搞不好想拿起来还想继续玩嘛，它就会把你这个大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程序呢给你去卸载掉。但是你游玩那些记录，你的这个游戏存档呢，其实还是会保存在那边的。第二个设定呢，就是跟这个 iCloud 的照片相关的了，就是帮你去优化一下你这个 iPhone 上面这个照片的存储空间了。打开设定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点击你的姓名了，这一次最上面这边点击之后呢，我们选择 iCloud， 然后这边呢，我们找到照片。打开之后呢，这边有个选项叫做最佳化 iPhone 存储空间，我们一定要在这边选择这个对勾。所以说这个功能开启之后呢，一定会帮你省很多手机的存储空间的。但是问题就是呢，你需要去订阅一个就是 iCloud 的存储吧，免费内建就只有5GB 嘛，那很容易就用完了，那就需要可能付费呢去订阅一些更大的这个 iCloud 的存储空间了。
有时候我们讯息里面就是尤其我们使用 iMessage 的会发一些照片啊、高清的影片，然后它其实是很占你的这个手机的存储的，把它删掉就自然就会省出一些这个存储的空间嘛。齿轮设定打开之后呢，我们找到我们的就是 APP 里边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讯息了。这边讯息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叫做保留讯息的选项。这边呢，就是大家要看你自己的情况了，你就可以给它选成1年，或者是选成30天。那这样的呢，过了这个期限之后的讯息呢，就会自动的被删除掉了。如果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很珍贵的一些对话，你想保留的话呢，那这边呢，你还真没办法，那你就只能去手动的去你的讯息里面呀，把那些没用的讯息删一删吧。其实我们有时候拍完照片嘛，你即便把它删除了，它其实还是在你的手机里面存着的，需要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它系统才会自动的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你进入这边，把这个最近删除的相簿里面的内容给它清空掉呢，马上立刻就能给你腾出很多的存储空间了。这一次呢，我们去照片里边选择这个照片的 APP， 进去之后呢，我们在下边这边找到最近删除的这个相簿。你看它需要密码才能看到嘛。我这边呢，因为有时候拍一些东西嘛，然后这边就存了很多已经没有用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了。你就可以把一些你觉得彻底用不到的选择之后呢，删除就好了。你确定这里边都没有你要用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从所有装置删除一点，最近删除的这个相簿呢里面就清空了。你去试试看吧，我觉得呢多多少少的都会帮你腾出不少空间的。这个设定也是很好找的，我们到设定这边找到这个一般里面这个 iPhone 存储空间，把它打开之后呢，你就能看到你的存储空间和哪些程序占用的这个存储最多了嘛。有一些就是系统的垃圾，然后长期都没有清理的情况下呢，它这边呢就会推送一些，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删除一些就是大的档案呐，或者一些就是没有使用的 APP 啊。那如果你手机已经存储已经快满的时候呢，你到这边找找看，应该能够找到它系统的一些就是空间优化的建议吧。如果你把你的这个手机的喇叭的最大音量给它限制住呢，那即便你忘记就是说把你的音量提前关小的话呢，打开之后呢也不会吵到别人，避免了这种安静场合然后爆炸式的音量出现的那种尴尬嘛。我们在设定当中找到这个音效与触觉回馈，然后呢在下边有一个叫做内建扬声器，这边有一个音量限制。你看这边呢，我现在是没有开的，那它就有多大声音就会放出多大声音了。那如果设定成50%之后呢，即便你把你的音量呢给它开成最大，其实呢它也是放出来最大音量的50%。这个上限呢不会影响电话呀、FaceTime 通话呀，还有就是紧急电话、警报啊、铃声啊、闹钟啊、系统的声音，还有寻找这些声音了。刚才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内建的扬声器喇叭的这个音量上限，其实还有一个音量上限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耳机的安全性。听歌的声音太大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听力的。声音达到85分贝以上吧，超过8个小时，或者90分贝以上呢，超过2个小时，95分贝1个小时，或者是超过100分贝只要15分钟的话呢，你的这个听力呢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听力的损伤，是永久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耳机的安全性呢，比如说给它限制在80分贝的话呢，你怎么听，即便开到最大的音量，你的耳朵呢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那这边呢，我们一样就是打开设定之后，找到下边这个音效与触觉回馈了，在最下边这边耳机看到没有，有一个耳机安全性，点进去之后呢，把这个降低高音量给它打开。我奶奶就是跟我说她的这个 iPhone 的铃声怎么都不响，我就很奇怪，难道她手机坏了不成？后来我就发现呢，她看影片的时候会调整音量嘛，有时候放大，有时候把它就是怕吵到别人就关到很小，但是呢，她的这个铃声的音量也跟着这个东西去设定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把它关到最小的时候，那可不是铃声就不响了吗？打开设定之后呢，就是找到这个音效与触觉回馈，这边有一个叫做使用按钮更改，把这个东西呢一定给它关掉，不是打开啊，是关掉。那这种情况下呢，一旦这个关闭之后呢，你再按你的这个音量加减键呢，它只是影响你的媒体的音量，什么 YouTube 啊、游戏啊，就是这些的音量，你的铃声啊，还有就是闹钟的音量呢是不会影响的。那如果你真的想调你的这个铃声音量，也是可以调的，你就在这边调就好了嘛。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按这个电源键呢，就自动的把对方的这个电话通话就给挂断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检查一下呢？就是我们打开设定之后呢，然后找到这个辅助使用，然后再找到触控这个选项，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防止锁定被用来结束通话，就是说你这个一旦打开之后呢，你的这个电源键呢就变成一个挂电话的一个按钮了，但是你把它关闭之后呢，电源键呢就是只是锁屏嘛。我不知道大家肯定发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下载了一个新的游戏，你玩了一会儿，他就问你，哎，你觉得游戏好玩吗？你要不要给我们来写一个评论，打个分呐？给你5个星让你选。那这个我玩的好好的就被这个东西弹出来，就很烦嘛。其实呢，我们只要更改一个设定，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弹出来了。我们打开我们的设定之后呢，找到这个 APP， 然后里边找到我们的这个 App Store。我们找到这个 APP 内评分与评论这个选项，关掉之后呢，就是再也不会有那个弹窗来影响你这个就是游戏的这个操作或者是使用的体验了。接下来一个设定呢，就是跟这次这个 iOS 26的这个 Liquid Glass 设计相关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说它这次的这个背景的透明度嘛，改来改去啊，改了很多次了，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就是这个有时候背景荧幕，比如有些图片啊什么的看不清楚这些内容了。如果你实在是不习惯它这个新的设计呢，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通过一些设定减少透明度，然后增加对比度，这样呢你就更容易看到下拉这个菜单吧，就是里面的内容了，还有一些系统内的其他的一些界面了，就没有那么的透明了。我们点开设定，然后找到这个辅助使用了，在这边有一个显示与文字大小。打开这边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减少透明度，然后增加对比度，这2个东西一旦打开之后呢，你的这个就是可读性呢就立马上升。你看啊，现在是我先把它关掉，我关掉之后下拉菜单是长这个样子的。那现在呢，我再给它把这2个东西打开，你再看这个下拉菜单，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绝对是能够看清楚的，对吧？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透明度了。这边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吧，一些拍摄的格式了，不管是相片还是就是照片了，分2种，一种叫做高相容，一种叫做高效率。高相容的话呢，照片呢它会使用 JPEG 嘛，然后影片的话会用 H.264， 就是任何的设备呢都是可以播放这些格式的照片和影片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它这个体积是比较大的。那如果你选择高效率的话呢，它的照片呢就变成了 HEIF 格式了，影片就变成 HEVC 了，就是也叫做 H.265 了。它的好处就是呢，在不影响清晰度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的减少这个就是照片和影片的这个容量和体积嘛。所以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说我在这个设定这边呢，然后我找到这个相机这边。然后有一个格式这边，我会给它选成这个高效率了，就没必要去用那个就是体积更大的文件了嘛。有些朋友可能你拿你的手机，就是说去拍一些东西吧，你明明觉得好像就是你手没有抖得很厉害嘛，但是感觉这个相片有时候拍出来还是糊糊的，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有可能呢，就是你把这个优先快速拍摄给它开启了。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让你在拍一些动态物体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宠物在动啊，你想拍一张照片，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牺牲一点点这个清晰度，快速拍摄要捕捉到那个瞬间嘛。那这个设定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一样在设定当中找到这个相机，然后这边呢，我们把这个有一个叫做优先快速拍摄，把它的这个呢给它关掉。那关掉之后呢，它会把这个影像的品质看的是更重要的。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大部分情况呢，就是想拍出更清晰的照片的话呢，就把这个给它关闭吧。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功能也是推荐所有人都要打开的，那就是侦测来电等候和过滤未知来电的这个功能了。这也是这次的这个 iOS 26嘛新加入的，就是2个跟打电话相关的功能。具体的好处呢，前面有一期影片呢我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点击这边呢去了解一下。那这边呢我就告诉大家怎么来打开这2个功能。好，首先第一步呢一样是打开设定嘛，然后在设定当中我们去下边这边找到这个 APP， 进去之后呢找到我们的电话这边。电话之后呢，往下面滑就可以看到这个侦测来电等候，这边呢你就给它打开，然后过滤未知来电呢，这边呢你就给它选成这个询问致电原因就好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直接在这个主画面这个锁屏画面上呢就可以编辑。你看我的习惯是，就是这边我会放一个什么天气预报嘛，然后这边呢我可能放一个 ChatGPT， 我就可以快速的开始跟它就是对话了嘛，就问一些问题什么的。那这次这个 iOS 26呢，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给它调一下。你看，你就点住这个主画面不放，解锁之后呢，点这个自定，你现在呢就可以调整这个快捷键的位置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钟呢，你看在这边啊，直接往大拉就可以了，就可以拉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大小吧。然后呢，就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新的东西，叫做空间场景了，就是看起来有一点伪 3D 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就是说找了一张我的照片，然后当做这个就是墙纸背景嘛。如果你把这个功能给它开启之后呢，你就感觉那个背景呢和人物是分开的，有没有？以上这34个设定呢，就是我平时在设定我的 iPhone 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新的系统到来之后吧，我会检查一下的这些设定，因为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它可能就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我是觉得就是比较实用了。那大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吧，你不一定就是全部都跟我一样开启或者是关闭。那有没有朋友是这34个设定你全都知道的呢？那你全都知道呢，你一定在下面给我留个言，我要给你大大的点一个赞。别忘了我们正在进行的25万订阅的 iPhone 17抽奖的活动。那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话呢，我就把这个详细的说明呢一样放在说明栏当中了。谢谢大家观看这期视频，也同样谢谢就是突袭暗影传说赞助本期视频。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